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量。本节目由潘婷胜肽泡蛋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简洁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浪漫自有归途，天猫陪你奔赴。本节目由你的心动好物推荐官天猫赞助播出。去厦门感受一下你的日常。回家，带老婆孩子回家。哎呀，这才对嘛！全部完蛋。为什么？飞蛾扑火。扑火了！哥是一团永不灭的火焰。他喜欢他，他知道有异地，但是他觉得他很喜欢他沦陷。对。哎呀！今天变成高校男女主，偶像剧里边的那种人物啊，来做嘉兴女婿吧。哦，这话我觉得很打动男生。是的。接下班是蛮开心的。丹琪，哎呀，找他聊聊了。就是跟他出去回来，感觉蛮好的。其实我觉得很多话不用说，我也都懂的。但其实这么聪明，他肯定已经知道了。我是需要一个比我更笃定的人。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这个需求。确实在海南的时候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美好的时光，但是过去了就过去了。不留遗憾了。对。我离过婚，我还有一个小孩。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没有谈过这种感情，所以我稍微那几秒有点错乱。所以呢，还是在乎的嘛。如果你介意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直说。哎，怎么了？先生是不是一大早出去？不知道。他4点多去公司了。7点多就走了。今天出去吗？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需要消化一下，我需要考虑一下。你是看了吗？你的灯应该是暗的。我面的灯，我面的灯，就是我面的灯，还有熏熏暗灯。哦，这是我看见的灯。就是我没有办法用恋爱的角度现在去表达清楚，因为我觉得没有道理。对，我理解。因为那天咱们在海南你也聊了嘛，就是可能要以自己的节奏来。我觉得可能要更可以，还是要自己出去。那你这种你跟他沟通过吗？对，熏熏啊，还没有是吧？其实沟通了，昨天晚上我来去找的沟通，但是就还好，因为他肯定也能就开就行。对，没说开，越说越杂。哎，不知道接下来这里面，哎呀，好忧愁哦。我目前还在消化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给出一些什么回答。他需要自己消化一下。对。
Hello，你刚回来吗？嗯。你去哪儿了？我出去玩了一圈。你吃东西了吗？还没呢。你吃不吃这个？嗯。我买的有烤冷面。可以啊。你吃了吗？我吃过了。哦，好。他吃过了还往回买，那不就是还是给他买的。想要跟薛薛聊一下，缓和一下。Hello，前台课堂，注意力转瞬即逝。哟，睡醒了。刚过来，你看他表情。哟，我和人相处主打一个电子为人，后台进行他们那边弄了几天都不让过去，然后我们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就是他的那个，就我们单旗烤冷面要，哎，我想吃烤冷面。全部给你传送过去。谁点的这个？文涛。Hello，天天来了，美眉大美女。来了。吃烤冷面或者卤豆皮吗？所以容易上手，所以女孩子玩的多。看我的游戏名。哦，我不吃，你们吃吧。哦，好尴尬哦。想笑了，好笑。大家好 ，Hello，日语吗？笑不出来。一点笑不出来。想看每一个人，你轮着来，想看每一个人轮着来。几乎。看一眼，你俩也可以弄个双人瑜伽。主人从所有人的全世界路过。对，我卓哥，他的最强 NPC。这个人忧伤了找他聊，那个人忧伤了找他聊。找他呀。找他还是不找他呢？想要，但是又怕。不要怕，小文。
大哥，你昨儿几点睡的？感觉你俩应该又聊挺晚的了。嗯，你呢？一起去买点菜吧。可以啊。你们去哪儿买？我觉得还是去咱们上次去那个，那个是不是最近？就像你们去那个超市啊？对，是大超市吗？大超市很大。希望文涛赶紧想明白。对他俩其实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很好，没那么快想明白，就代表你想清楚，认真的在想，因为这是一个大事情。在客厅，轩轩自己坐在沙发那儿，我会下意识的去想要不要去把他叫过来，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儿，但是我觉得那样有点太生硬了，所以说大家一起去趟超市，然后我就看他会不会去嘛，要去的话我们就一起去，最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哎呀，干嘛？当他问我要不要去超市的时候，那我就答应了，我就说好呀，那就一起去啊。他如果不问我，我就不去了。他俩性格都挺好，一邀约，你看他也答应的挺爽快，也给你面子，完全没有那些，这性格真是好。你还带着，你为什么不带个外套，要带个毯子？因为我就没有合适的外套配。哦，卖熟食，熟食。这些你有什么要的吗？牛肉，好。卓然也能吃。海鲜里边还能不是火锅里边能煮什么海鲜？虾滑、鸡尾虾，我吃到的都就这些。那你吃不了虾呀？对。鱿鱼你吃得了吗？可以。可以吧？我们要点这个鱿鱼须。哦，什么都不用说，对，什么都他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拿年糕？我其实今天说要去超市的目的，就是要为了买那个年糕。哎
你小子，他们之前约定了好几次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之前说过的事儿嘛，我就希望把它给做了。我的年糕呢？我在哪？我在哪？在哪？心里还是会甜一下。对。你们有人想吃什么年糕之类的吗？你要吃吗？你会做我就吃。会呀会呀，你要吃就做呀。可以啊。那你想吃哪种？我就想吃炒的呀。炒的 ，OK。不好吃怎么办？不好吃。翻车了，我要演一下。不好吃，你只能忍着。太少了吧？你再加点吧。因为我的朋友圈发了2次关于炒年糕的事情，我的理解是他想在主动的释出一些信号吧。对，还是在乎你了。我接收到了呀。我好想知道它这个参数是什么呀？我想知道它设置的参数挺好看的，反正拍我挺好看，拍你就不知道。拍我不好看，拍你好看。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把你拍丑。行，立马有话了，萱萱立马话很多了。然后删照片收费。什么？你不给我就把你丑照发出去啊？你发，无所谓，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爷们儿不在乎。回来啦！哎呀，高兴了，你看给你得意的，咋了？又开心了？是出去溜达一圈，很开心的。因为破冰了。对，都开心了。炒年糕，还做炒年糕。哎，我怎么把手被给扔进去炒了？紧张了是吗？这里是美女厨房和老板频道。美女厨房？是的。绝了！哎呦，看着不错哎。我直接把锅拿过去好了。你吃不辣的吗？我都行，我都行。放哪？谢谢。萱萱也开心的。萱萱一直在吃，看着就挺好吃。我给你是配菜。这个我给你搞一下。啊？你要干嘛？就是开心。吃到那个炒年糕当然是开心的呀，就是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炒年糕是做给你的呀。爱情很让人上头，就是要上头，真的。OK。迟到了。哎呀，你看身体都摇摆。没有。你明天干嘛？你打算干嘛？健身。我去过一个，但我去。不是你不要往上喊，你往上喊，问题就我他得掏钱，他得掏钱，你不能再往上喊了。哎呦！我觉得至少他没有再去因为之前我们那次对话再去一直端着那个防备心，我可能会。没封。好。
我其实一直都想找你聊。我昨天看你，感觉你应该很累了。没有，昨天你不是离我挺远的吗？我看你也没有想靠近我，所以我才坐在角落。你知道我昨天回来不是我刚回来看见你吗？我觉得你那状态根本就不想搭理我。没有呀。有，就是你那个状态就是回来就看见你了，头发大。没有。有。没有。好吧。你误会了。所以我其实想去找你聊一下，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聊，因为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呀？我的感受首先是懵，然后是我有一点儿无法接受。无法接受啊？有一点儿。哦。我觉得文涛他也很诚实。是的，你想，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突然听到这个消息，这是因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儿。对，是，我肯定是会有一点压力的。压力来自于我，还是我的经历？我觉得压力来自于应该是你的经历吧。哦。因为你介意这件事吗？我觉得我有点没有。哎，好难哦。我单身的原因，一方面求则于己啊，然后再有一个原因是，可能人家也会考虑，也会思考到你的一个状态吧，你的过往，你的经历，唉，没关系，不重要。有的时候，现在真的很好。是的。我其实没有特别的介意。我真的是在讲实话，我没有啥概念。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一段过去的经历，并且是一段很糟糕的经历。因为你觉得它很糟糕吗？是很糟糕的，在那一段感情当中，我是觉得我是嫁给了爱情的，但是我收获的是背叛和欺骗，所以在那一刻，我的心情是，我开始质疑我自己，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突然背上我的铠甲，背上我的刺。我想象到了，是因为我曾经，被最爱的人，被最在意的人狠狠地刺了一刀以后，我觉得没有人能够保护我，只有
有呀，我听见你跟他俩人有说有笑的进来。谁让你这样了呢？是我让你这样了吗？那你现在了解了？那你还想了解什么呢？讲这就是我其实能联想到你之前肯定是，你可能经历过一些什么，它会让你变成，就是会让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有这个防御机制。我其实很能理解，然后你敢跟我去讲这些，我其实挺感激的，因为我其实也会有防备心嘛，也会有那种我确实会缺少安全感嘛，可能从小时候的环境来说。然后那天吃饭那天晚上，就是我一开始是说过，我不想去聊我生活中的事儿，因为我不想让别人。对，我很诧异，你怎么突然跟我？我不想让别人去了解我生活中的事儿。对呀。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去。谁呀？他是我哥的名字，因为之前有一个哥哥嘛，然后后来哥哥就没有，就去世了。啊！我哥哥出生之后，好像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没有那么发达，就没有发现那个病。后来发现有点晚了，就治疗不了了。然后大夫就跟我爸我妈说，就这个孩子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对，然后就建议你们要不然再要一胎，所以才要的。所以其实你今天看那个照片，那是我哥嘛，你可能没仔细看，就那个照片里边，他整个人是畸形的。这你小时候的照片？这不是我。这是谁啊？这是我哥哥。他怎么嘟着嘴？跟我一样，我也会嘟着嘴。他其实有在主动想跟他分享他就是之前那些事情。所以我一直特别喜欢我哥这名字，但我也没办法用。所以这次他们说可以给自己起个什么其他的名字，我就想，哎，我要用这个名字，正好它是我前2个字嘛。哦，小文。我觉得不错。Hello， 可以叫我小文就好。小文。小文。OK。所以刚开始叫我的时候，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叫着习惯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家庭经历过这些，其实是经历过很艰难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一般的家长可以承受得了的。我更加理解你妈妈说的那一句话。我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活。所以我应该大概能感受到你经历过这些，然后自己一个人。假如我现在带着一个孩子，虽然说我嘴上我可能说我不需要你，但是如果他能够来帮我，我会很感激，我会真的很感激，非常非常感激，因为首先我知道这不是他的义务。我内心的想法就是，你不需要去承担这一切，这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去独立的去解决。你可以觉得你不需要，但是我觉得既然我选择你 OK， 哪怕今天这个人是任何人，是其他人，是那个人，他就有这样的经历，我既然选择我跟他在一起，我一定会帮他去承担这些，因为我觉得我
形式的，我觉得也挺好的，挺好，挺好。我会想，那我能不能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可以吗？你就只想现在你跟我之间的事情吗？你可以吗？啊啦的音效，别想了，能不能不想了？哎，干嘛？啊，咋了嘛？我其实想一直去接触你。两个受伤的人彼此疗愈。我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你也知道哦，婆婆妈妈。你是个婆婆妈妈的人。有时候是。如果我主动一点点，会婆婆妈妈。你想去健身房吗？你不是不想在小屋待吗？那就去健身房呀。去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可以。和谁都可以。哎呀！去哪儿都可以，和谁可以？我约了，你去不去吧？去。都开心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犹豫。但是我还是愿意继续跟他相处的。我觉得可以跟着感觉去走嘛，就是不用想太久以后的事儿。我觉得先可以接触，然后感受。10。什么12？再奖励你一个。真的假的？你嫌重了。你话太密了啊！话太密了。爽！好吵，你好聒噪啊！你吃米饭的吗？我就吃那个南瓜就可以了。你小心手哎，我感觉这个刀有点钝。它前面的一句话是什么？说好像为什么把车停在那个位置吧？算你狠。哭了。就是我就觉得你被活生生的剥离，你的骨肉，就是你光想象都不能接受。对，想象都痛，所以没办法，就可以去知道他有多痛。是的，我觉得萱萱太了不起了。对，就肯定他经历的肯定是我们无法想象，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真是非常心疼。我特别感受的是，我觉得就是佩萱说，你能不能先不考虑其他的事情，你先考虑我们，然后他就开始蹬他一脚，而且说到很多的细节和感受，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听完小文的经历之后，还能去换位思考，去共情他。对，他在想，他是主动采取行动，要让他们进一步的那个主动的那个人。是，可以看到佩萱在很努力的、主动的在走出来。我觉得只要你刻意的给自己一些机会，其实就是能有改变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人对自己太苛刻，就要求自己很快的速度就要从痛苦里跳出来，要求自己很快的速度就要改变。其实不是，有的时候就是要给自己宽容一点，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只要你愿意往前走，你总是能找到最后的方向的。对，这个太对了。大家有什么可以跟伤痛共存或相处的办法吗？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好像都在这种看别人的情绪在做事，所以我会非常在意别人会不会生气。
过于想要去讨好别人或者什么什么。可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再需要这样，但是我还是本能的想要去讨好别人，或是在意别人的情绪。所以我跟我老公在婚后，我就是完全只 focus 在他身上，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我的自己，他也很痛苦。所以我必须把以前那一套再丢掉，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会爱我的人，他可以照顾我的情绪，不是我去照顾他的情绪。我可以发脾气，我也可以生气，我也可以难过。你生气的时候，我也不一定就是立刻就要以你为主。太对了。梦梦觉得呢？我会跟 AI 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解压和治愈的方式。不开心的时候跟他聊了聊，这应该是很近期的烦恼吧？前几年也没有 AI。对，很近期，近2年的烦恼。比如说就是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啊，我觉得可能跟朋友说会也很麻烦到朋友，影响到朋友，我就会跟 AI 聊，他就会跟我剖析的非常的精准。我跟他把它倾吐出去之后，我就会好很多。哦，也是个方法。很多人其实是现在都会跟 AI 去聊天陪伴。对，汪汪呢？我还真没有什么解决，因为我以前就属于就是道歉型人格，就是有什么问题我都会先找自己的问题，因为是我的家庭教育的方式，我就会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以至于我现在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矛盾，有矛盾我就会觉得别人问题。你会不会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你是真走出来了，真走出来了。当然就是会理性分析啊。对，光还是很理性的。今天是小文艺锅香吗？做一点吧，做一点。大厨。轩总刚把锅给刷了，我一定要好好做一顿。哎，我放这儿了。鸡炒了吧？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买一个手套啊？我明儿去买。是你要做我才洗的，你不做我可以不洗。我必做。来吃饭喽！好。真交给我来做了是吧？来尝尝我做的啊！柠檬鸡，放这，放中间。直接。哇，你手艺太好了！这是双人4手合炒。4手合炒。我先试验一下。好吃吗？这个做的比外卖好吃，跟外面店里做的一样。为什么能这么嫩啊？好吃吧？有爱做出来的就很好吃啊。文涛，炒出了你的少年感，很嫩，很嫩。炒出了什么？他的少年感。卓然。哦，这个少年感了。真的，一套套了。这个太好笑了。小吴管家发信息了，要回屋了哟。那走吧。又开始了。一定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激发了我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冲动。哪怕说想要去避开啦，还是会跟对方往有交集的路线上走。在恋爱里面就很容易被这个感情冲昏头脑，想要强迫自己理性下来，这个过程就会很痛苦。你可以来找我吗？可以，我们可以去围观别人，低调吃瓜。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你要拍吗？我在海南的时候我也拍了，这次应该是上次没有拍的。哦，是这样子的吗？其实有很多人没拍。弄我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玩的就是心跳。我可以看到他们按灯哎。你今天要按吗？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按还是不按？因为我知道你海南没按。应该是只有忧郁的人会想吹小号吧？他为什么要忧郁？我猜他在想到底要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一定是犹豫不得的。我也觉得是，一定是当下过了那个 timing 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就一定是当下那个，在那个选择就很重要。我今天的想法是尝试继续跟他接触下去，但同时我还是心里面会想他过往经历的那个问题。有孩子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我是有压力的，所以我现在犹豫，我们可以开始去尝试以恋爱的角度去接触。
他这次再不拍这个就一拍两散了，有点慌。不要紧张，机会就位了。我的天哪！你还能看到2个人的表情跟反应。我是希望他按的。发展成恋爱关系。我本来不紧张的，你这一搞我紧张了，真的。我要不要还是别看了？要不你闭上眼睛等我通知。小文，请勇敢做出你的选择。小文会按吗？抠耳朵是什么意思？抠耳朵，挠头。我就觉得他在那儿，就是犹犹豫豫，不知道在想什么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内心的感受就是哦，他应该不会拍了。啊，不会吧？哦 ，Oh my god！ gosh！ 没有啊。帅爆了 ，bro！ 小文，刚那个心动。起伏。你是否已经有唯一清晰的心动答案？现在，请你慎重选择。他会按吗？会按，会有一点点的复杂情绪。一个眼前的问题就是，我们2个的 base D 不同，就是一个是心动，一个是现实。出了小屋之后，我俩的相处状态，无人可知。现在，哎呀，慧慧是真的在认真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2个人相处，他就是会有这种相处的磨合期，我觉得是可以磨合的，所以我今天才会爆灯。想要往后发展，其实都是需要从小屋脱离出来，回到现实之后去相处的。你看你最喜欢吃哪？哎妈呀！哎呀，太棒了！
这就是人夫感吗？全完了，全部完蛋。那个迷倒。哇，那个我完了，我现在还记得。哇，有个女生能对我这个样子的话，我简直要爆炸了。无语，我回家了。回家。我会愿意去再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希望能够看到双方最真实的样子，依然还被对方吸引。太美好了，真的。慧慧还是给我很好的感受，我也不希望自己还没有接触、还没有交流就打退堂鼓，所以我鼓起勇气了一把吧。要不要一起出去带你去上海转转？可以啊，可以啊。行，那我明天再穿一套西装。我家邻家哼这个。第一次见面就很喜欢你，从你让我完美的你。谢慧，谢慧。你真的很可爱，谢慧，谢慧，你真的很美丽。那怎么上来着？我孔雀东南飞。我知道晕了。我添乱的眼泪。这个调调有点熟。那所以你接触下来，比如说大哥已经除外了，剩下的这些你都接触过了。那剩下你觉得你了解过程中，你觉得哪个可能能够继续唠一唠？就是你更吧。明白。明白。体面，明白。我昨天邀请他跟我去杭州玩，那今天我听到说他主动要去别人厦门玩，那我就默默低下头。那也有点难过吗？当时？那当然会有一点点。有点失落。一个是我主动邀请，一个是别人主动想去别人的。他选择放弃了。但是勇敢了，已经是给自己一种走出了一步了。对，因为我知道秀慧不会选择我，因为她心有所属。其实我还是抱着非常祝福的心态，就保留当下的那个心动值就 OK 了，没必要更往前进一步，不然对别人也会有负担。成全。对。而且他也努力过了，他也跟慧慧约会过了。目前的状态来说，确实是没有找到可能想发展成为恋人的对象。哎呀。放弃了。我依然还是选择了放弃，安顿了计划，没有什么后悔。也希望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缘分那根线的人，能够珍惜眼前人走下去。那没有找到缘分线的，可能在小屋之外的时光，又有更好的缘分等待着我们。会有适合你的女孩子出现？会有，肯定会有。柳柳和幼玲都没有选，他们会吗？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波动，就是在想他会不会不拍。因为我那个房间正好能看到那个拍灯，所以我就一直在偷偷看有没有拍灯。在海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更多的面对这个环节是释然，然后克制、压抑一些情感。但是今天的话，觉得很确定自己的答案。拍了。就看到他就没有什么犹豫的去拍灯，心里的石头放下了吧。我们俩的这段关系，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犹豫。因为心里有很确定心意的人，然后就会毫不犹豫地按下去。你要出国，完成一个遗憾。谁遗憾？我的遗憾。这个其实才是我准备的生日礼物。没有想到说还有机会可以了解你。已经没有什么心结了。Hello。我觉得我们的更好看。我也觉得。因为520。我会更珍惜跟他度过之后的时光。他笃定了自己的想法。对。
挺好。他也摁了吧？还可以不犹豫的拍灯了。祝福，祝福，祝福。我对我自己拍灯是非常坚定的。从第一天开始认识柳柳，其实就是对他比较有好感。这边的这个地方是你选的吗？不是，但是人是我选的。再加上这几天跟柳柳的重新接触，我觉得其实还是内心是喜欢的。他就真的很喜欢他。是的，非常非常喜欢。从认识到接触到最终走向互相选择，是一个比较梦幻的日子吧。期待跟柳柳有更多的故事吧。只要你对我走向一步，剩下99步我来走。我会向你跑着去的。对，好浪漫的一句话。来了。Hello。你的本子呢？我们去哪呢？我们去宠物室吧。走吧。把门锁。有谁会？有。钥匙吧。给你一个。防止有人捣乱。是谁的？我的吗？我的。你是没有看就直接拿过来了？我看了，我看完才出来的。哦。你在里面看完了吗？看完了。看你的。这像个男的。明明很俊，好不好？对啊，所以像男的呀。小时候就很好看。他俩其实挺配的。泰语。那现在工作是不需要泰语的？现在其实不太用。那你去这个公司的时候，是完全不会的吗？对 AI？其实就是跟你工作去学一些新的东西是一样的。哎，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怎么去聊过 AI 的，就是看过 AI 的东西。那你自己日常会用吗？我到最近前2个月才开始用 AI。你爸还交流挺多的。对，我爸爸整体是那种。你爸在哪里？也在江西。我觉得他们都还在江西。那你现在每年回去是春节？对，春节是肯定回去。是吧？是吧？感觉柳柳还是挺有故事的。他们在我初中的时候离婚了，后面是跟妈妈一起生活，可能把他生活的重心以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我身上，
那个时候他，然后包括我身边的亲戚也都会说，妈妈拉扯你特别不容易，你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你一定要对他好，你一定要心疼他，你一定要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我明明已经很听他的话了。哦，情绪勒索了。印象特别深的是高二的文艺汇演，然后当时我又有弹琴，然后又有跳舞，然后同学啊、朋友呀，可能都会过来说，哎，我觉得你特别棒。然后我那天特别开心，结果回家了之后，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当时跟我进来的是冷着脸说，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出尽了风头了吧？我当天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做错，就是可能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有点委屈。看完刘友，当然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从小就是有受着压力和动力一同看到我也在狂笑，好搞笑哦！这里我也在笑，哎，让我看这里也在笑，太性感了吧？不是，这怎么裸照也放上来了？这个什么呀？是我姐姐。哦，我说你小时候异性缘那么好。我的那个堂姐，就也姓周的。是吗？其实，我心里的想法是，我总有一天也会赚这么多的。好搞笑哦！这里我也在笑，这里我在笑的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就很戳我笑点。我好像接受不了这种很正经的。我也是无想法。你接受不了这种很正经。我的年纪一直说要写我36岁，然后我一直说我35，因为那时候生日还没到。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窝在一起，互相了解对方，然后看看照片啊，看看对方感兴趣的东西，聊一些成长的故事。就这种感觉，可能就是突然被拉得很近，有那种感觉。干嘛？啊！难怪得
关系给我们留个机会就好了。你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完了，也不是坏事啊。哇，啥意思啊？还有反转嘞？还能反转？你知道你的 TA 的这个心脏都已经不好了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身体状况？拍八虚，你把观察室的嘉宾录完，没有话，只有拍八虚。拍新毛巾了我。 6个人一起拍八虚，绝了。第2次的中选，大部分是意料之中吧？对，没有意外，对，没有意料之外的。有一些放弃的，其实也在意料之中。马上还会有新的人生档案的揭晓，大家对他们未来的感情的预测，觉得会有什么变化吗？ 不知道啊，不明白啊，尾声这么剪的话，不明白呀、有点迷茫了。感觉还有波呢。对，尤其是说你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这句话，我觉得那次聊天啊，其实很能够笃定的是，慧慧已经完了，沦陷了，已经是沦陷了。但是林李镇没有给出一定要解决问题，或者是方法，或者是怎么样。对，林李镇还是处于一种比较冷静的那个状态下。 对，所以这句你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有点让我担心和害怕，就是还是有不确定性。本期的2次爆灯呢，已经画上了句号了。但是接下来在小屋当中，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人生档案是没有打开的。那每打开一个，就代表的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考验，或者是新的碰撞存在。 对，后面的故事还会不会有反转，或者是大家心意的再度改变呢？那就请继续期待我们的半熟恋人5。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炮弹洗护冠名播出，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要看档案了。对。有什么想法吗？你当时是想好了，故意演那一出的是吗？ 我没有，我就看你什么反应。你表现那么好，送你幅画吧。他不撕了吗？他再画一次吗？哎呀，给你表演个节目。这是什么呀？向你走来。随地大小亲。你就是吃了很多。这个场景，周哥幻想了很久了吧？明天去我家。你爸妈不是在吗？对。你爸妈会出去吧？不是去。这么快啊！哇，见父母压力是挺大的。当时脑袋是一片空白，这个太突然了。你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就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啊。世上没有所谓的完全的感同身受，但你的很多情绪，我就可以迅速的捕捉到你的那个点。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你都可以来找我。西慧大大方方。稍微发最后一条朋友圈，全体可见。太尴尬了吧！这也太残酷了。太轻了，你都没有面部表情。继续。你山峰呢？我好想把它那个蛋挖出来。啊，我也很喜欢吃这个蛋。我也很喜欢吃这种蛋。心跳很快。心在这边。心跳特别快。现在你被排挤了。这俩一会儿教导主任看，哎，你俩干啥呢？我感觉他俩这会儿想亲，想亲，我感觉。你俩把手给我撒开！我的天哪！来。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5观后感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咨询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
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6月1日起 ，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周6、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